手机在阳光下看不清屏幕，原来是这个开关啊没有打开，很多人都不知道，大家都有这样的困惑。在户外的阳光下呢，手机的屏幕啊会突然变得很黑很暗，这个时候呢，很多人啊都会选择把手机的屏幕调到最高最亮，是不是只是这样呢？其实啊根本解决不了任何问题。今天给大家分享一个非常好用的方法，我们只需要在手机上打开一个开关，从此以后呢，我们的手机在太阳底下就会变得非常的明亮，非常的清晰。首先呢，先点开手机上面的设置，然后呢，从上往下滑动，找到下面的这个系统和更新，然后点开它。在这个里面呢，我们要找到开发者选项，然后呢，我们还是一样啊，从上往下滑动，找到开发者选项。我们发现根本没有，是吧？因为每个厂家它在出厂的时候，默认开发者选项它是隐藏的。这个时候呢，我们需要把它调试出来才可以。调的方法呢，入口啊，我们是先从这儿关闭，它的入口呢是在关于手机里面。我们打开它，然后呢，这儿可以看到一个版本号，我们呢给它连续点7次版本号，它这个开发者模式呢就可以打开了。我们现在开始啊，连续点7次，1、2、3、4、5、6、7。OK， 我们看啊，您正处于开发者模式。好，现在呢就说明开发者模式呢已经打开了。然后呢，我们先退出这儿。现在呢，再进入系统和更新之后，然后呢这个选项就有了。我们看开发者选项，看到没有？直接就出来了，是吧？这个时候呢，我们还是一样啊，先点开开发人员选项，点开之后呢，我们还是一样从上往下找到需要调试的这个按钮，我们往下滑动。滑动之后，我们看到这儿有一个阳光下可读性提升，我们一定要把这个开关打开。默认呢它是关闭的，我们现在要把它给点开。打开之后呢，还需要进行第二步来操作。我们现在把这儿先关闭，先退出。退出之后，我们往下边滑动，找到显示和亮度，然后我们点开它。点开之后呢，很多手机啊，默认呢都是这个自动调节，它的开关是关闭的状态。我们呢现在把这开关给它打开。好，打开之后呢，现在我们再去室外的阳光下来看一下它的效果怎么样。今天的太阳挺大啊，我们来看一下手机清晰不清晰？看，非常的清晰，是吧？然后呢也非常明亮。大家如果有记不住的情况下呢，可以啊点赞收藏一下这个视频，方便以后呢自己对照这个视频啊操作一遍就可以了。手机充不上电，或者是这个电量越充越少，到最后啊手机一点电也没有了，根本就开不了机了。像这种情况呢，先不要着急花钱去修。今天给大家分享一个非常好用的方法，其实啊我们用一把钳子就可以自己在家轻松的修好它。这个方法呢分为2种啊，第一种呢就是我们来看手机呢就是经常在兜里面装着，装的时间长了，这个充电口这里面容易产生很多的灰尘，有的时候啊像一些棉絮啦一些其他的东西啊，就把这口堵住了，就顶到这个里边了。每次我们插上充电器的时候啊，就把东西给顶到最里边了，再使用的时候啊，就这个充电头插上去以后啊，根本都插不到底。像这种情况呢，我们处理的时候啊，先找一个针，我们把这个充电口周围这些脏东西我们都给它拨出来，拨一拨，给它拨出来，拨完以后磕一磕，先把里边的脏东西给它先处理一下。因为充电头插不到底，它接触不良，肯定是充不了电的。我们就这样给它清理干净了之后，然后呢我们再找一个牙刷，一定要找个这个硬毛的牙刷，然后呢我们蘸点酒精，这是第一种操作方法。我们看，如果这种不好用，我们就要用第二种了。蘸完酒精以后，然后呢我们把这个里边的东西再给它擦一擦，刷一刷，把里边的脏东西都给它刷干净。刷完以后呢，我们往下磕一磕。其实这个酒精它有个很好的清洁效果，而且它挥发的效果也特别快。我们给它刷干净之后，然后啊大部分都可以解决。如果我们插上充电器还是不能充电，这个时候呢我们就要检查一下手机上面这个充电头了。这个充电线这个头我们看一下，它是中间是有个长的一个裂缝，这个东西呢当我们插上去以后，正好夹住手机充电头这个芯儿，它们两个正好是就这样夹住它的。
如果夹不紧了，它也是不充电的。这个时候我们就要找一把钳子，我们呢给它捏一捏，稍微让它捏的稍微扁一点，这样呢我们在插进去的时候就会非常的紧。我们看稍微捏一点就行了，捏完之后我们再来测试。这样你看插的就非常的紧了，你看怎么弄它也不会掉。不管是这种的手机充电线，还是另外一种手机充电线，只要是充不上电了，清理完以后还不管用，我们就用钳子给它稍微捏一下，就可以解决问题了。这个方法呢非常的好用啊，把它分享给你，感谢大家观看。难怪手机的电池越来越不耐用，原来是我们充电的方式都充错了。现在的智能手机已经普及大众，所以大家都很依赖手机，出门在外什么都可以不带，但是手机不能不带。如果手机一旦没电，那就会有很大的影响。很多人都有过电量焦虑的烦恼，并且有些朋友的手机续航能力已经很弱了，所以平时充电的习惯会影响到手机电池的寿命。如果经常使用不良习惯充电，手机电池会很快就会不耐用，甚至还会造成一些安全隐患。所以关于充电的方式，我们一定要多注意。现在就带大家一起来了解一下。当手机没电以后，很多人都是这样给手机充电的，先插上手机充电线，再去插充电头。其实这种做法是错误的。当我们手机先连接上充电线，再去插充电器插头的时候，这个时候就会产生电涌，电涌会对我们的手机电池造成一定的损害。所以正确的方法应该是这样的：先把手机充电器先插在电源上面，然后再来插手机，这样才是正确的。当我们的手机充满电之后，也应该先拔掉手机，再拔掉充电器，这样才是正确的充电方法。手机密码忘记了怎么解除呢？今天视频给大家来分享一下，像这种安卓手机都是可以在手机上来操作解除密码的。这个方法呢非常的简单。你看这台手机就是客户孩子啊经常设置密码，设置的次数多了，然后自己也忘记密码了，这个时候怎么办呢？我们来看，在解除密码之前，首先呢我们先把这个手机给它先关机，对，给它先关掉机。关了机以后呢，我们看这台手机在它的侧面是音量加键和音量减键，我们要找到音量减键，然后和这面的开机键，把这两个按键呢要给它同时按住，按住不要动，一直按住不要松手，直到屏幕上出现这个开机 logo 以后呢还不要松手，一直按住。这个时间呢有些手机啊就是10几秒钟，有些手机可能需要1分钟或者2分钟，每个手机它的具体情况不一样，我们总之就要一直按住不要松手，直到它上面出现这个画面出来，然后呢把这两个按键同时松手。我们可以看到手机上面有几个选项，第一个选项呢是安装升级文件，第二个是在线升级，第三个呢就是清除数据，下边第四个重启手机，第五个关机。这个时候我们要选择清除数据，到这儿呢可以看到上面是清除数据，这个选项它会保留联系人信息以及照片，我们不选择这项，要选择下边这个格式化数据分区。把它点开以后，我们可以看到下边有请输入验证码5830，是吧？我们在下边输入5830，输入好以后，在这儿有提示它会清除所有数据，然后我们点格式化。在这个时间呢也需要等待把下边这个进度条让它走完。这个时间段呢也根据手机不一样，它的时间它这个格式化时间也不一样，有的时间长，有的时间短。总之呢我们就要等到它格式化完成。你看清理成功了是吧？然后呢点击确定，点完之后呢手机它会重启，这个过程中啊会有可能会等的时间更长但是呢这个时候不要任何操作，就是耐心的等待就行了，等待它开机。开机以后呢，你会发现这就相当于跟买个新手机是一样的，需要给它重新的这样激活一下，选择简体中文，然后到这儿呢可以选择家里的 WiFi，如果不选择可以跳过也是可以的。到这边呢也可以选择下一步，就这样操作完之后，这个手机的密码就清除完了。这个方法呢非常的好用，大家呢可以收藏一下，以防备用。今天给大家分享一下，当我们的手机密码忘记了打不开怎么办？其实呢我们可以把这密码一键给清除掉的。清除密码之前，首先呢我们要把手机进入到工厂模式，在工厂模式下面我们就可以清除密码。但是每个手机的品牌不同，它的进入工厂模式也是大概有所不同，不过都是差不多的。我们在进入工厂模式之前呢，我们首先要把这个手机给它关机，就是长按关机键先关机，关完机之后我们才能进入它的工厂模式。
好，关完机以后呢，我们就开始操作了。进入工厂模式的，一般就会分为2种。我们就是来操作手机的侧键这部分。我们先来测试啊，我们可以一个手指按住这个开机键和一个音量减键，要给它一下子同时按住。我们先来测试一下，看一下能不能进入。不要松手啊，看一下能进入不？如果不能进入的情况下，我们就要来换另外一种方式，无非啊就这2种方式。另外一种呢，我们就是音量加键和这个开机键要同时按住，长按不要松手。好，我们看一下，现在就进入到工厂模式了。我们把这2个按键呢要同时松开，同时松开之后，我们就可以看一下这个第一选项它是开机，然后下面是进入下面这个就是进入到工厂的模式，然后下边也有提示操作，是吧？我们可以看一下这个下面提示操作，按音量加键和减键进行菜单选择，就是我们看啊，音量加键和减键，你看到没有？它都可以来操作的。然后和电源键，它就是确定键，这个电源键呢是确定键。2分钟未操作，它要进行重启，所以说我们要赶紧操作。有的一些手机呢是只能靠侧键来操作，不过也有一些手机也可以点屏幕来操作的。在这儿是不能点的，不能点的情况下，我们就选择这个开机键，它是确认键，点一下就进入了。马上进入工厂模式，进入工厂模式之后，我们就可以一键来清除密码了。我们稍等一会儿。好，已经进到了，我们看一下，它这里里面呢有好几个选项。第一是安装系统软件，就是这个手机系统坏了之后呢，我们也可以在这儿来升级系统。然后下面是消炎系统，这边有清除数据，下面有关机、重启都有的。在这儿我们要选择这个清除数据，先把它打开。然后这有3个选项，第一是清除缓存，第2是还原所有设置，第3是清除所有数据。到这儿呢，我们要选择这个清除所有数据。选最后一项，然后下面有提示，我们看一下，仅清除手机系统空间中的数据，保留音乐、图片和其他数据。我们可以把这个来选择一下这个确定。正在清除数据中，这儿有进度条，要把它走完就行了。这儿已经显示完了，清除成功。然后我们点一下这个返回。返回之后呢，我们可以把这些上面2项也都给它清除一下。到这儿呢，仅清除手机缓存也给它清理一下。清理完之后呢，手机反应会更快。还原所有设置我们就不用管它了，实际上。然后呢，我们把这个就开始给它返回就行了。返回之后到这儿，我们看一下有个重启，我们点一下重启，让手机重启进入它的系统。在这儿这个开机这个速度啊稍微慢一点，因为这个手机呢已经把密码清除了，清除它的缓存了，全部都搞定了，所以说的开机是比较慢一点的。这是第一次开机，以后呢它就会正常了。开机以后，手机就进到激活界面了，然后把这个设置向导操作完就行了，和新买的手机是一样的。我们先选择就这个简体中文，然后点同意。网络我们可以先跳过，全跳过就可以了。好，现在呢手机点一下就可以进入系统，大家看一下，密码已经没有了，是吧？一键清除掉了。朋友们，大家好，今天咱给华为手机更换电池，手机时间长了以后，电池鼓爆，鼓得比较严重，然后电池不耐用了。换电池之前，我们首先第一步，先把这个手机卡，把卡先取出来。手机关机以后，然后我们就开始拆。有的一些手机在后边是有2个螺丝的，没有螺丝的，我们直接就开始找个刀片，从后边开始给它拆开。先从手机的尾插这部分开始一点点的撬。手机打开以后，我们看一下这个电池鼓得比较严重，我们先把上面的盖板拆掉。把盖板拆开以后，我们首先要把这个指纹排线给它去掉，然后手机电池上面的卡扣给它抠开，先把手机断电。把盖板拿掉，我们看这电池已经都鼓了。现在我们就要把这个电池给它拽下来。
拆了电池，一般的给它加热一下就好拆掉了。它后边是用双面胶在上面粘的，我们可以用个撬棒在这个缝隙这儿，把电池可以给它撬开，撬下来。这个太厚了，换个薄的，用个薄的撬棒就可以放在这里面，然后轻轻的这样把电池给撬出来。这要一点点的撬，不能用力过猛。撬完一边，然后再撬另一边。电池就拆掉了，然后拿出新电池，还有新电池的双面胶，我们把这胶再给它粘在手机上。新电池是都带这种胶的，然后把新电池装上，最后扣电池的这个排线，先扣别的。现在把这个电池这个排线扣上，开机先测试一下，如果没有问题就开始装机。能正常开机。好，现在已经开机了，我们需要把手机再给它关掉，关掉之后开始装壳，然后把这个指纹排线再扣上，开始安装这个盖板。把螺丝都装好以后，我们就开始扣壳。扣这个壳的时候，我们要先扣上边，然后再扣下边。好，这样就装好了。更换电池非常简单。好了，视频感谢大家观看，我们下期再见。我们现在打开手机，然后呢，我们称个东西来试一下啊，称个西红柿，我们先看一下。看一下，现在这是0克啊，我们把西红柿放上去。现在这个西红柿呢是116克，然后呢，我们再换一个水果来试一下，称一下这个梨，还是放在屏幕的上面，我们看一下多少克啊？这个是213克，称的还挺方便的。然后再稍微小一点的也是可以的，我们称个橘子来试一下。这橘子老是转，97克。大家好，我是王林。今天发现了一个特别好玩的东西啊，就是我们的手机上面还有一个电子秤的功能。现在呢，我们来一起看一下。我发现有了这个手机以后啊，以后再买水果的时候，买东西的时候，我带个手机就可以了。他要如果少给我的话，我就可以直接找他了。这个功能还是比较实用的啊，没有发现就最近才发现，没想到这个手机啊都快用烂了，才发现还有这么好玩的一个功能。这功能是实在是太强大了，用它称一些水果蔬菜还是很不错的。不要称太重的东西，如果称太重的东西啊，就容易把这个屏给压坏。看一下我这个屏已经都压坏了，是吧？现在啊，我给大家分享一下这个功能需要怎么打开啊。我们首先找到这个手机上面设置。看一下我这个设置是在什么地方，先找一下设置，然后呢检查版本先关到这儿，然后呢我们往下滑，找到辅助功能，点开它，然后往下滑，这儿有一个触控，把触控打开，然后呢这儿有个3维触控与触感触控，把这个先点开。点开之后啊，这是开关是关闭的，我们把它给打开。打开以后啊，这儿这个强度呢在适中或者是强都是可以的，就这样就行了。然后呢，我们打开手机一个浏览器啊，就是打开这个百度，在这个浏览器上面输入屏幕电子秤，然后搜一下之后，找到一个窗口，打开就行了。我这个是打开的这个。打开之后呢，我们就开始可以称东西了。我们称这个西红柿就行了，看一下，看
直接都出来了，124克。这个功能非常好玩啊，朋友们可以打开自己的手机来测试一下。视频呢，今天就感谢大家观看，我们下期再见。朋友们，大家好，今天给大家分享一下智能手机更换电池的一些操作步骤。如果你不会更换的情况下，可以仔细看一下教程，看完之后你自己就会更换了。它这个后边的玻璃盖板已经摔烂了，我们更换电池首先要把这个玻璃面板给它拆下来。这是一个 vivo X21的手机，我们拆玻璃板首先要用家里边的吹头发用的吹风机给它加热一下后边的玻璃盖。加热好以后，我们找个薄点的刀片，找一个角，我们把这个先给它翘起来，翘出来缝隙以后，我们需要用一个薄点的这种塑料片。如果没有这个塑料片的情况下，可以用个塑料的名片也可以的，只要是薄的、硬的都可以。我们给它插在里面去，然后顺着这个边缘给它划一圈。这个壳我是提前都拆好的，我给大家演示一下。这一圈划下来以后，这个不要插得太深，如果插太深的话，有可能会把这个指纹排线给它割断。划一圈之后，我们就可以把这个给拿起来。拿起来我们可以看一下啊，这个就是指纹排线。如果这个插得太深的情况下，你如果插到这个位置，在滑动的时候，很有可能就会把这个指纹排线给划断。划断以后，我们这个手机就没有指纹了。这个就是手机的电池，我们要把这个电池拆下来。拆下来，我们首先看一下，这个是电池的扣座、排线座，我们要把这个盖板给它拆下来。盖板拿下来以后，我们把这个电池座给它抠下来。好了，这就是电池的排线。然后我们再看一下，这个是开机排线，在这儿有点碍事，我们需要把这个开机排线也给它拆下来先。如果这个不碍事的情况下，我们就不拆了也可以的。现在我们就可以拆电池了。我们看一下，这儿有个拽的标签，我们先把外边这一层给它揭开。接下来以后，我们把这个绿色的这个再拽出来，我们拉这个绿色的往上面使劲拉，这个电池就可以掉下来了。掉了是吧？这个拆的话也是比较简单的。拆了以后，我们就需要安装这个新的电池。装的时候，先把这个双面胶，就是固定电池用的，把它粘在这个手机上面。然后把电池扣上就行了，把电池排线扣上，还有开机线的排线也扣上，把盖板再给它都装上就行了。换好电池以后，我们先开机看一下，如果开机正常以后，我们再把这个后壳给它再粘上面去。我们用这个 B7000在这抹一圈胶。粘好以后，我们用这个夹子给它固定一下，过个20来分钟，等这个胶干了以后就可以使用了。家里有这些报废的旧手机，给多少钱都不要卖掉啊！其实呢，我们只需要把手机后壳拆开之后，然后呢，把里边这个震动马达给它拿出来，只需要呢给它接上2条线，就可以让它变成是一个骨传导音箱，把它放到任何物体上面都可以发出声音。而且呢，这个好听又特别好玩，我们来听一下这个音质，绝对会震撼到你。怎么样呢？音质非常好听是吧？现在呢，给大家来分享一下它的制作方法。你来看，这是一个手机上面的震动马达，震动马达可以用一个，也可以用多个，但是这个马达越多，它的音质越好听。在这儿呢，我们可以用5个来制作，把这5个马达你看一下，把它就这样重合在一起，然后对齐。接下来呢，用个胶带给它粘一下，固定一下。固定好以后啊，等会儿我们来焊接的时候就会更加的方便。我们看啊，就这样
粘好了以后呢，我们焊线的时候可以看一下上面有一排溜这样的焊锡点，是吧？我们把这条线任意一条线给它焊在上面，给它并联起来。上面这条线焊完以后，然后呢把下面这条线再给它焊上。一共就这2条线，每条线上面焊5个点，就这么简单，就制作好了。然后呢把这线给它折过来，用个胶带再给它固定一下，不然的话等会儿用的时候有可能会把这个线给它弄断。就这么简单就制作好了。我们在使用的时候把它插到蓝牙小板上面，在网上买个这样的小板非常便宜啊，也就是几块钱一个。然后呢给它插上手机的充电器，给它供电。你看现在就开机了，然后呢手机连接上蓝牙就可以播放音乐了。播放一个音乐我们来听一下。你看这个来回震动幅度还是比较大的，这样声音是比较小的，我们仔细听是震动的声音。然后呢把它放到桌子上，你听一下，声音立马就出来了，是吧？放到纸盒上来听一下效果。给大家分享一个家里光猫解除限速的一个好方法。解除限速以后，家里的网速瞬间翻1倍。无论光猫是移动的、电信的或者是联通的，其实他们的操作方法都是一样的。安装师傅给我们装好这个光猫以后，它只是能保证家里边的网络可以正常上网，但是它的网速是达不到的。我这个宽带是个100兆的宽带，它给我安装完以后，我用手机测试的时候只有50兆，少了一半。大家也可以测量一下自己家里面的宽带速度，估计也是达不到要求的。它的原因就是这光猫需要设置一下，设置完以后经过测速，网速现在可以达到100兆了。现在给大家分享一下光猫它的设置方法，只需要用一部手机就可以操作。建议大家收藏一下这个视频，方便自己在调试的时候，如果没有看明白，还可以接着看回放，也可以点赞转发支持一下。首先呢，我们先看一下这光猫后面都是有个这样的标签，然后在这个标签里面呢，我们找到这个默认无线网络名称 CMCC 开头的这几个字母。然后呢，就是在手机上啊，无线网络这一块也是找到这个 CMCC 开头的这几串字母，然后呢点击连接上它。这儿输入密码的时候呢，我们再看一下这个标签后面，这儿也有默认无线网络密码，就后面这串字母我们给它输上 VIJCHVAU。 好，输完以后加入连接上。连接好以后，我们看一下这个后面还有一个默认终端配置地址 192.168.1.1， 然后呢我们在手机的浏览器上面输入这几串数字，无论是自带的浏览器或者是下载的浏览器都行。点开之后呢，在这边输入 192.168.1.1， 输入完以后就进到这个页面了。然后呢我们可以看一下，这儿有一个用户名称就是 US12，然后呢下面让输入密码。我们在这边呢看一下后面这个标签也是有的，在这儿呢可以看到有个默认账号呢，就是 US12 和这个字母是一样的。然后下面还有个默认的密码，就这个 ETQCCQ7C。 然后呢我们把这串字母呢输入到这个上面 ETQCCQ7C， 输入完以后呢我们进入。好，现在呢就进入到光猫的后台管理界面了。然后呢在这儿呢我们选择网络这个选项，点一下网络，然后呢我们在这边往右拉，然后在这儿点击这个 2.4G 高级设置，我们点开它。好，点开之后呢，我们在这儿可以看到啊，这儿主要设置这2项呢都在这一块。我们看一下，这儿有个频宽是吧？我们把这个频宽先点开。它现在默认的选项呢是20和40之间，然后呢我们给它选择40这个选项，让这个功率给它开到最大，点击完成。然后呢在这边还有个发射功率啊是80%，我们把它点开。
点了之后呢，我们在这儿选择100%的功率，点完成。好，这样试制好之后呢，我们点击确定。OK， 现在已经保存成功。这样保存完以后呢，等我们再上网的时候，这个网络就会变得非常的快乐，非常的流畅。